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老师 Katrina。今天很高兴又邀请到加分老师来我们的频道。加分老师你，大家好，我是嘉芬老师。今天我们的迷你播客要聊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孝顺，对，孝顺，没错。我们小时候一直听到长辈会对我们说：“你一定要孝顺你的父母。”什么是孝顺父母呢？在生活上很多的事情，我们都会被提醒要孝顺父母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的想法常常跟爸爸妈妈不一样，所以我会顶嘴。爸爸妈妈说你应该做这个，我就会问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一定要做那个？我不可以做别的事情？这个对我的父母来说就是顶嘴，他们就会说孩子不能跟长辈，不能跟父母顶嘴，不孝顺。然后到我长大以后，我找到工作，搬出去住，有一些长辈亲戚就会说：“你要不要搬回去跟你的父母一起住？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这些长辈就说：“你应该搬回家跟父母一起住，孝顺他们，意思就是要照顾他们。”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，我是一个大人了，我应该要独立，有自己的生活。如果我的父母需要，当然我会照顾他们，会陪他们。但是我不一定，我不需要搬回去，搬回去不一定就是孝顺他们。所以有一些长辈会觉得我不孝顺或不够孝顺，因为我没有搬回家陪父母，跟父母一起住，照顾父母。所以我为什么想要聊这个话题，是因为我发现我对孝顺这个词，或是有一些人对孝顺的定义，让我觉得不太同意。老师，你呢？对孝顺这个词呢，可能对不一样的家庭或是不一嗯。样的孩子，有的是好的影响，有的是觉得有一点压力。我觉得现代这个社会，这个世界，我觉得孩子先把自己照顾好，不嗯，让父母担心，就是一种孝顺。对，我觉得一个最基本、最棒的孝顺就是不要让你的父母担心，把对。自己照顾好。可是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就被要求照顾父母。拿一个例子来说好了，老师，你知道什么是孝亲费吗？知道，知道，当然知道。孝亲费就是当孩子有能力开始工作赚钱以后，嗯。可能自己愿意把一部分的钱交给爸爸或是妈妈，然后当做是回馈给父母的钱。报答父母。对，帮嗯。助他们，让他们的生活好一点，可以买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，或者是想要的东西，或需要的东西。不过，我也听说有一些父母，他们会把孩子给他们的孝心费存起来。对，如果嗯。他们不需要孩子的钱，他们会存起来，帮孩子存起来，等以后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。所嗯，以，不同的家庭对这个孝心费的做法不太一样。那我刚刚说到孝亲费，原因是因为有一些长辈觉得，如果孩子有能力也愿意给父母这个孝亲费，代表这个孩子非常的孝顺。相反的，如果没有给孝亲费的孩子，可能就会被一些长辈说：“哦，他们不够孝顺，因为没有报答自己的父母。”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要说孝顺？是我个人觉得的孝顺，就是当父母需要的时候，我会照顾他，我会爱他们，我会尊重他们。那如果他们需要，我也会陪伴他们。但我同时
也希望我的父母能够独立，能够自己照顾自己，就像我好好照顾我自己一样。对，我觉得爱跟尊重很基本的，我会给我的父母。那这个部分，我觉得我是孝顺的，但是有一些父母对孝顺的想法跟我不一样，有一些对，父母觉得这样不够，你应该做的更多，你应该给父母钱，你应该照顾父母更多，然后你应该听父母的话。我觉得我的父母有一点点像这样的感觉，不是太严重，但是有一点点像这样的感觉。那想请问嘉芬老师的人生经验？我的经验是因为我的父亲他是从中国大陆到台湾来的，所嗯以我的妈妈是台湾人。嗯因为他们小的时候生活很辛苦，所以他们没有嗯在学校很多时间，他们念的书很少，不够多。所嗯以我的父母呢，就他们觉得他们给我们的不够，所以他们不会要求我们太多，他们只希望我们生活好，能够吃饱睡好，能够嗯好好的念书就好了。不过，我觉得孝顺这个部分哦，孩子都会看。如果父母给你是他们真正的爱，他们是努力的工作照顾我们，我们自己心里就会知道说，我们也会告诉自己，以后长大有这个能力，就要好好照顾父母。我觉得这个是互相的。可对，是呢，我有一些朋友，他们的家很有钱，父嗯母很有钱，是老板，他们的父母反而会一直告诉他们的孩子要听他们的话，做嗯他们安排好的事情。比如说，大学要念什么系呢？不能自己决定，是妈妈或是爸爸决定的。对，我听到的时候，其实真的吓了一跳。可是我知道我的同学他并不开心。嗯，他念大学的时候，他不能选他自己喜欢的系，他就是为了孝顺，然对后念了爸爸妈妈想要他念的系，很可惜。对。然后父母会说：“我是为你好，对不对？”对对对嗯对，父母可能是真的为他好，不过他们没有想到孩子是不开心的，他们以为孩子以后会找到好的工作，或者是有更好的生活，可是并不是这样子。那嘉芬老师，你觉得在你的生活，你和你的父母对于孝顺的定义这方面有冲突的部分吗？我为了这个题目，我也跟我的妈妈和我的弟弟聊了一下，问他们觉得说什么是孝顺。我的弟弟说就是好好的跟父母说话，我的嗯妈妈说她希望我们有什么想法，就是跟她分享。嗯，她想知道孩子的感觉。我对，们并没有谈到钱这个问题，对，了，因为我的妈妈她有退休金，她可以照顾她自己。他嗯，现在跟我一起住，因为我是一个人，他也是一个人，他跟我一起住，我们两个就是互相照顾。我的家比较大，所以他有他的房间，我有我的房间，所以并不会觉得说好像互相干扰。我们还是有彼此的生活。他每天去健身房运动，他有他自己的朋友，会固定去吃饭。我有我的工作，所以我看我妈妈过得很好，我也很开心。那我感觉你的妈妈还算是蛮开明的，可以这么说。对对对。对，然后不会想到是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的孩子。对，我，对，反而他常常会跟我分享，他有一些朋友能力很好，是很厉害的妈妈，很有想法的妈妈。可是那个妈妈跟她的孩子的关系就没有像我跟妈妈那么好，因为嗯她那个阿姨，我们叫阿姨哦，妈妈的朋友叫阿姨，那个阿姨对她的3个女儿嗯都有很大的期待。可是嗯，因为她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，女儿反而没有做妈妈想要他们做的事情，结果现在就是变成妈妈跟女儿的关系都不好，3个女儿都不好。嗯所以那个阿姨的抱怨就比较多，然后生活或者是她的健康、她的精神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。天哪，听起来有点糟糕哎。对对，那我自己的生活呢，是有2个例子。
让我非常印象深刻。第一个例子呢，就是我妈妈有时候会告诉我，你应该要做什么，做这件事情是对的。但是我自己知道，我妈妈说的是错的，然后我想要纠正我的妈妈，就像是我跟我的朋友说话一样，然后我跟我妈妈说，其实你这样说不对，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。结果我妈妈就生气，我妈妈说：“你只会顶嘴，我说什么你都纠正我，都觉得我是错的，你就顶嘴，你最不孝顺了。我说什么你都反对，但其实我不是反对，而是我不希望妈妈被一些错误的资讯误导，所以我想要纠正我的妈妈，但是我可能口气也不是很有耐心。”所以我妈妈就会觉得我对她不好，我不听她的话，我不孝顺，这是第一个例嗯子。对，嗯偶尔会发生这样的例子。第二个例子是关于钱的。我在妈妈生日的时候，我通常会给妈妈一个红包，还有过年的时候，我也会给妈妈一个大红包。最大的红包是过年的时候，因为我妈妈其实蛮喜欢钱的，老实说，所以我会给她红包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过年的时候，我给妈妈红包，很大一个红包，她非常开心。大概几个小时以后，她就跟我聊天说：“啊，给我红包，我很开心什么的。”但是她也说：“其实啊，我没有要求你给我孝亲费，已经对你们很好了。你看，别人的妈妈都要求他们的孩子给孝亲费，但是我没有要求你给我孝亲费，所以你应该觉得很感谢我，没有要求你给我孝亲费。”然后嗯我听到我完全就是傻眼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做我能做的了，而且我真的给了一个很大的过年红包给妈妈，但是我还是没想到我妈妈会这样跟我说。当然，我听到我妈妈这样说，我觉得很难过，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妈妈有时候只爱钱，但是不爱我。她觉得嗯我来嗯陪她不重要，我给她钱比较重要，这是她给嗯，我的感觉。对，所以这两个例子我提出来是要跟大家分享，可能我妈妈对孝顺的定义和我对孝顺的定义是真的不太一样的。嗯嗯，对我来说，就是你发自内心的爱他们，不管对，做什么事情，你照顾他们，你陪他们，不管你对父母做什么事情，都是发自内心，因为爱你做这件事情，你照顾你的父母，不是因为义务，不是因为你必须孝顺，所以你做这件事情。对我来讲，最棒的孝顺就是因为你爱你的父母，所以你照顾他，听他的话，跟他聊天，不是因为有人逼你说这是你的义务，你必须报答他们，不是因为这样。我觉得真的是要发自内心，才是真正的所谓的爱或孝顺。老师，你有什么想法建议呢？对，我的分享是孝顺呢，只要孩子跟父母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，如果你有空的时候给父母打打电话，听听他们的生活，分享一些快乐或者是难过的事情，把他们当成好朋友，我觉得让父母知道你的心中有他们，嗯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孝顺的表现。如果我们还有能力的话，当然圣诞节给个礼物，妈嗯。妈生日的时候给个礼物，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更开心的。谢谢老师的分享。那希望呢，下次还有机会可以跟老师聊不一样的主题。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喽。大家拜拜，再见。